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备。用法跟用兵的道理呢，有共通之处啊。对用法来讲呢，是法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备。对用兵来讲呢，是兵可以千日不用，但不能一日不练不能一日不备跟不能一日不练，都是强调什么？每天都要做好准备不能一日不备也不能一日呢不练，有备才会无患其实呢，出家众呢，每天要做早晚课，并且要持之以恒，不能找借口缺席因为呢，一次缺席就有可能2次缺席除非有重要的任务像在大寮准备早斋啦或者傍晚的时候，傍晚课做晚课的时候，你负责在总机接电话的像这样早晚课的时候，你在执行你的任务，这样也算是你的早晚课了这是出家众他们的那个日常的作息，是基本的功课那在家居士呢，有家业跟事业就无法做到这样子的作息，这么规律这么正常的作息。然而既然是要修行总是要有自己固定的修行的功课可以每天一早参加闻法是最好，做不到就要找出其他自己方便的时间用最好的时间呢最好是把时间也固定下来了能做到时间固定的才有可能在稳定中呢进步成长那做不到时段固定的至少呢每天都要有闻法的时间，也要有闻法的习惯，变成一种生活习惯或是让自己心灵独处跟沉淀的时间都要有换句话说呢，静思闻法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性的修炼功课，也是一种习惯刚刚讲的。所以一般人讲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尤其是清晨的时刻呢，这个环境静谧啦，空气清新啦，头脑清楚啦，灵感特别好，是闻法做笔记效果最好的黄金时段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了，我相信很多人有做这个早课的习惯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了。我出版的8本书呢，每一篇的文章都是在清晨或早上的至少9点钟之前完成的，没有一篇是在白天上班后的时间写的。几年前我去美国加州洛杉矶当地的干部跟我说呢，他们想跟台湾净思精舍的早课呢同步连线来聆听净思成语那他们是当地下午2点20分嘛，如果台湾这边是早上5点20分，他那边是下午2点20分，但这是同步的那正言上人知道之后就建议他们说改为延后1天，当地的早上呢5点20分这个时段来聆听比较好了。那他们就很纳闷同步连线不是更有临场感吗？那我回台湾后呢，这个是指说那时候上人有出来做这个开示的成语开示的时候的例子来讲我回台湾后我就帮他们请示上人我还记得很清楚了，上人是很简单的说一句闻法要在早上比较好，白天杂事多，讲这句话。所以不管是在精舍参加熏法香，或是在家连线闻法，或是做笔记清晨的这段时间呢，确实会让人文思泉涌领悟会非常的清晰而这样子的闻法效果呢，会让人不想中断，因为法喜充满了，这就是一种诱引你不会勉强说我一定要去，不必勉强自己，你自然就想去
因为你从中受益啊，法喜充满了。不过话说回来了，法无定法，法本无法，只要能对机也能起妙用，你自己方便，那就是妙法了。任何时间呢，只要是自己方便也受用，也能够持之以恒的看到效果的，这就是好方法。所以用法也是要有弹性的不是死板板的，不是那么僵化的。所以才说嘛，学佛要活学，学后要活用啊。如果不方便早晨起来熏法香，或其他时间也都可以啊，只要有心去做，至少好过没有熏法香，好过没有闻法了。这样才合乎佛法的什么恒顺跟圆满的精神呢？佛法的精神就是恒顺跟圆满嘛，皆大欢喜的意志了所闻之法，如果可以用在生活中或工作中，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啊。相反的，所学佛法如果无法用在生活中，或无法用在人生重要关键时刻，或生活周遭都是佛法，但是碰到问题却拿不出一点办法，那佛法的价值变成是零。你所学的佛法没有什么价值了。肥皂本身无法使人干净的，洗手的肥皂是没有办法使人干净的，要拿出来用才行啊。同理佛经的佛理无法改变人，除非人们把佛理实践出来，这样才行。佛法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改习气转业力，佛法没有办法，它只是告诉我们方法，其他就要靠自己来了，自己去实践，也就是自己的功课，没有人可以帮你做，只能靠自己去完成。道理是这样。所以说礼佛不是弯下身体，而是放下傲慢；念佛不是累积数目而是清凉心地；合掌不是并拢双手，而是恭敬所有；禅定不是双眼紧闭不言不语而是心外无物，动中修定，动中修静，也是一样清修不是平气欲望而是心念无住，心念无私。同理学佛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实践佛法成道也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清自己，看到自己比较重要啦。佛理学得再久，懂得再多，虽然博学多闻然后知识渊博但如果不能转世成智，或不能派上用场，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书匠，一个书呆子很会读书，但是这所学都不能所用那些所学的知识跟学问顶多变成你谋生的工具而已对你的觉悟解脱，对你的慧命成长的一点关系也没有要有就是要实践，把它实践出来。所以不是学问越高的人智慧就越高智慧跟学历、财富、年龄都无关养兵千日却不能用于一朝那养兵千日也是白养的所以才说养兵，所以才说兵可以千日不用，但是不能一日不练。同理法可千日不用，不能一日不背。所谓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也是一样的道理奥运选手去比赛也是一样4年才一次可是这4年里面多少天每天都要练习一样的道理其实呢，学跟用呢，就好像是慈济法门的法脉跟宗门法脉是学，宗门是用，
两者呢是骨肉相连呐、唇齿相依啊，两者是密不可分呐、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啊，所以做中学，学中做，就是一样的这样的道理。也就是呢，尽思法脉要靠中门来呈现，此即中门要蕴藏着尽思法脉。简言之，法脉入心，中门入行所以法脉是看不到，假如他谈的是智慧啊，法脉就是真理，中门事相，两个都很重要了啊。没有事就不能讲理呀、你只讲理不讲事，那这个理事不相通。所以正言上人才说，如果缺少了尽思法脉，那慈济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慈善机构而已啊。所以法脉是重串啊，重串种植的那个重串的重头啊，所以可见呢它的重要性。那这句话如果以庶民语言来解释，叫做什么？叫做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啊。因为门道是无形的，热闹是有形的，无形的是法脉，有形的是中门呐。举个例子，我们来听每个据点成果报告。这个成果报告呢，每一个人或每一个据点呢，都是成果丰硕啦。因为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大家看呢，大家都很感动啊。但真正要看功夫，就要看成果背后的付出的过程。那为什么内行要看门道？因为门道就是重点，看到重点。一般人是把心念放在那个结果上面，因为大家都很注重这个结果嘛，这个成果嘛，所以我们当然会把这个重心的放在这个结果上面了。因为太重视结果而忽略了过程，所以才说过程要尽其在我，结果要顺其自然，也就是佛法所强调的无争跟随缘这两个学到这辈子就不得了了无争跟随缘做得到，我们做什么事都会轻安自在；做不到，你就会烦恼满身，因为你患得患失啊，你很重那个果嘛，你不重那个因嘛，重那个果就有所得就有所烦恼无所得也是患得患失啊。所以各位要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结果成果不重要，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结果跟成果也是很重要，但是过程是更重要，因为这样讲才正确了。结果是果，过程是因你要有那个果，就要先种那个因这个因缘果报观，这样讲大家一定认同的嘛同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不是吗？所以知其然呢，不能说不重要，但知其所以然呢更重要。知其然是现象知其所以然呢是道理这样讲可能大家还不容易明白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就会容易明白。感冒会咳嗽，对不对？感冒会咳嗽或打喷嚏，这个大家都知道叫做知其然感冒了发烧打喷嚏咳嗽什么这个知其然这叫知其然知道会有这种现象。但是打喷嚏是因为当病原菌或灰尘或者花粉也好了胡椒粉也是一样的，对甚至是呛鼻的胡椒粉嘛，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鼻腔之后呢，身体会可能开始启动防御系统，因为这东西对我们的肺部是不好的，所以身体开始启动防御系统，透过打喷嚏把它们打出来。如果病菌或灰尘没有被喷出去打出去的话呢，就会进入我们的呼吸道跟气管跟支气管这个时候呢，身体开始什么启动第二道的防御系统了。本来要打出去没有打出去，跑进来里面了开始第二道防御系统出来了
要怎么样将病原菌呢咳出来？刚刚是要打喷嚏打出去，现在没办法用咳的啊，要把它咳出来。而我们以为咳嗽是病的，因为我感冒咳嗽了，以为我们咳嗽是生病了，马上就很紧张，赶快吃什么吃止咳止痰的药，含有抗生素的药。这个本来要排出体外的病菌呢，又把它压回到身体里面来了，因为你没办法咳出去嘛，靠着药就把它压下来嘛。这个时候身体呢又开始启动第3道防御系统，咳不出去，吃了药把它压进来，第3道防御系统出来了。它的现象，第3道防御系统就产生什么现象呢？它的现象就是身体开始疲倦了，没有食欲。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感冒的时候嘛，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要好好休息，并且要多喝水，要集中体力来对付已进入体内的病菌。如果这一步没有做好，也没有做好，那身体就会进入第4步了。我刚刚讲1、2、3天，第4嘛，就是开始发烧了。这几关都没有守好的话，第四关发烧了。因为这个时候呢，病原菌呢，它不只进入我们的身体啊，更是进入我们的血液。哇，这个严重了，不是进入身体而已，是血液里面的身体的免疫力呢，免疫系统开始启动。启动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发烧。那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喝大杯的水，不是喝那个念大悲咒的大杯水哦，喝大杯的水只要我们喝足够的水，身体就不会烧出问题。好，以上讲了一大堆，这就是知其所以然了。原来我们的打喷嚏、咳嗽、发烧这样的道理耶，这就是知其所以然了不只是知道现象或结果，而是清楚了解它的道理那修行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成果大家都看得到，因为大家都会把最好的拿出来给别人看但成果背后真实面就不是人尽皆知但这却是真相所在是门道所在所以才说口说好话别人听到，身行好事别人看到，但是心想什么没人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成果报告众人都看得到了，也会得到很多的掌声跟喝彩，但成果背后付出没人知道，甚至过程中的委曲求全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其实别人知不知道一点都也不重要，自己有没有因人乱的心，这个比较重要刚刚讲的成道不是看见佛祖，而是看见自己嘛，就是这个意境，就是这个道理的慈济30周年庆我还记得，今年已经是55年了嘛那等于是25年前了。慈济30周年庆的时候，那是25周年的周年庆了那是慈济首度举办全球干部精进研习营那是我们这种营队的第一个首度举办的。全球每一个分会呢，都要在这个志业成果的都要做这个志业成果的分享因为全球干部精进，大家来互相观摩嘛每个分会都要把他自己的成果拿出来报告。每一个分会需要在25分钟之内呢，把几年来推动志业的成果在大会中与众分享那时候呢还没有进步到说要用电脑来剪接影片，那时候还没有了那时候甚至那个也没有什么 PowerPoint 可以用的，那时候我们在分享都用那种一台好大的机器，然后把相片放在下面，一张一张这样子打上那个荧幕上面的，那时候还是这么样的困难连剪接机都是好大一台，这么大一台这么厚剪接机我们也是那时候也还是没有开始用这些设备虽然很困难，我们都还没有用到我算算，如果要用25分钟来做各项志业活动的成果报告，时间肯定是不够，根本就报告不完而这又是第一次全球各分会的会务报告
因缘非常殊胜，也非常重要啊。那时候我都在想，怎么样来做这个会务报告。我灵机一动啊，去跟一间马来西亚的婚纱摄影社的老板商量用他那一套半专业的设备帮我做剪接活动影片。我们2个人呢必须密切配合才能做这件事情要取哪一些活动画面顺序要如何排列啦，要选哪些不同的词句歌曲做背景这个我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他会帮我做剪接，他有技术不过他那个技术是半专业，不是专业的，做得很辛苦。就这样呢，我们2个人呢，在他的那个克难的剪接室里面从早忙到晚足足忙了2天2夜，回到丢是3更半夜的，第2天一大早又去，因为很多东西，而且没有经验就这样刚好呢，做满一卷25分钟的会务报告的录影带那一次的会务报告呢，我是全球慈济据点中呢唯一用录影带报告会务的分会大家都是连那个 PowerPoint 也没有用嘴巴讲或者相片打一打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所以那天我这个报告出去以后，内容充实紧凑，简洁有力果然呢一鸣惊人哇，博得满堂的喝彩。那证言上呢也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你报告会务还有用这一招的那其实这个也印证一句话了，不是爱拼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嘛，对，而是拼对才会赢拼对才会赢啦，不是爱拼才会赢啦。那拼对拼对是什么意思方法要用对了，要用对方法。所以近似语有一句近似语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用错方法的老师。也说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用错方法的父母你看这句近似语，它强调的是什么？你要用对方法，才有法妙；用不对就是方法，用对就是妙法。所以强调的不是只有文法，还要懂得用法。要用法就要用对方法，才会起妙用嘛。学习是过程，妙用才是目标啦。我们学了老半天，最后把它用出来，那个才是目标嘛。学是为了要用嘛，对。你学了以后用不出来，你学什么？对，刚刚有讲过。所以过程就是人生的目标，目标也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这句话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确实是如此所以学佛千日呢，用于一朝呢，这里面有2个字很关键的学佛千日用于一朝里面有2个很关键的字，一个是学，一个是用就是叫你学以致用学了就要能够用得出来所学非所用，那你学了老半天白学了，你所学的只是一个知识，一个学问而已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人生呢是不相关的这样就刚才所讲的变成什么人是人事是事啦这边的佛法是佛法，佛理是佛理啦，两边用不起来，两边是不相应的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听经闻法很好，可是没有行经用法了解的跟行动呢解行不相应，理事不相通我们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者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虽然研究佛理会造就一些学者或专家，但这个跟解脱跟觉悟无关要解脱跟觉悟呢，就要如偶益大师所讲的人家问他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法告诉你，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英文叫做 Buddhism in action 什么意思实践佛法的意思了也就是证严上人所讲的，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一旦开始做了，就要边做边学习，边做边调整，用对的方法去做对的事情这个意思了各位知道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
钢铁工厂啊，他们的做钢呢，制钢有一道工序叫做淬火啊，3点水一个宾主的主啦这个淬火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在极度高温下，把烧红的铁呢放在水中，让它急速冷却、急速凝结，让它铁分子急速凝结。这个是炼铁成钢一个很重要的工序。没有经过这道工序呢，就无法炼铁成钢了，铁还是铁啦。所以为什么要讲要千锤百炼啊？在这里嘛，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有看过那种打铁的店年纪大了才有了，现在年轻人可能看不到了啦。打铁店是吧？做剪刀的啦，做菜刀的那一种打铁店他把那个铁烧到很红的时候呢，把它拿出来开始打，你要打什么形状就打什么形状，对，你要打成菜刀或者什么什么都好就打。打完之后呢，没有红了，不能再打了，红才能打，打铁要趁热，那温度降下来就不能打了，放在水里面，把它冒烟出来，急速什么冷却，急速凝结，之后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放进水中，急速冷却这样重复的做，叫做淬火。那钢铁厂制钢一样的工序呢，跟我们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就是人生呢，有时候呢，在极度忙碌的时候呢，也是要懂得什么动中修静很热的时候，马上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忙的一直在动的时候，动中你要修静，才能事烦心闲忙而不乱中间这个静就是急速冷却，急速凝结，才有这样的过程，有这样的机制，才不会怎么样，身忙心也忙啦。那要琢玉成器也是一样即使你是一块很好的玉，也是要有一位很好的师傅把你千雕万琢，才有可能怎么琢玉成器嘛，叫做千雕万琢嘛。还有你看那个陶器店或陶器或瓷器先手拉胚嘛，对手拉胚把这个陶器跟瓷器的形状做好之后呢，这样还不行还要放到什么高温炉里面去窑烧，窑烧之后拿出来再上釉上颜色，上蜡这道烧窑的，刚刚讲这个烧窑高温烧窑的这个工序，跟刚刚讲那个制钢的工序是同等重要如果你只是把这个手拉胚做好的那个成品没有经过高温窑烧的话，把它放在路边风吹日晒雨淋最后它会裂掉，会散掉的。为什么？没有坚实，所以经不起考验。窑烧这个工序呢很重要如果经过高温窑烧之后，再涂上一层蜡一层油的话呢，这个时候有经过这道工序，放在外面呢就不怕风吹日晒雨淋心智的成长跟慧命的成长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所讲的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那一夜寒彻骨跟淬火或烧窑的道理都是道道相通道一以贯之值得我们来借势练心有一句话说水的清澈并非水中没有杂质，而是懂得沉淀；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这杯水即使它是一杯清水，不是脏的是清水，如果你一直把它搅和，拿筷子把它搅和，它也会充满气泡而变得浑浊不清因为你是动它，虽然它是一杯清水，可是你一直动它，动荡不定，这杯水也是会变成看不清楚，浑浊所以才说要澄清一杯污浊的水，现在变成污浊的水这杯污浊的水里面有脏东西的要澄清它你就把它怎么样，要把它置之一处，把它放在一个地方，久久不要去动它，时间久了里面的杂质自然沉淀
清水自当现前关键因素是你懂得沉淀沉淀很重要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急速凝结，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你不要再去搅和它了，让它冷静下来，杂质自然沉淀，清水自当现前的啦。生活或工作再怎么忙碌，每天都要有自己独处沉淀的时间，才能适时的调整方向跟脚步，否则越忙越是生活的有危机因为可能忙着跑错方向。其实这个跟篮球比赛一样的，很多道理真的是相通的。篮球比赛也是一样正陷入战况，比赛焦灼，战术施展不开的时候呢，这个战术无法突破的时候呢，这个教练就要马上喊停对，战况焦灼不清可以赢的不能赢一定有一些地方没有做好，叫停，稍微冷却一下。棒球比赛也是一样投手在不稳的时候，教练就要暂停一下，让他冷却一下，道理是一样的，冷却跟舒缓一下球员的心情这个有助于冷却，也有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我们正在颓势，对方正在攻势凌厉的时候，喊停的时候会挫对方的锐气冷却对方的攻势的意思然后提振我方的士气，我们慢一下，道理是一样的。那刚刚下面一句是什么？心的清净并非心中没有杂念，而是懂得取舍这个取舍其实就是选择啦我记得不知道第几集我忘记了，有专门谈一个叫选择，里面把这个取舍讲得非常详细大家可以过去看可以去 YouTube 里面去看这个主题叫做选择2个字而已我今天都没有时间讲了那每一个人心中有杂念或妄想但是我们呢不怕杂念或妄想起来，并非心中没有杂念或妄念，不是没有，有的，有杂念跟妄念的，但是我们不怕，我们只怕什么？正觉起得慢自觉这个正觉呢起得慢，叫做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也可以讲不怕杂念起，只怕正觉迟，也可以说是不怕妄念起，只怕正觉迟都通了不用去压制这个杂念。我心中有杂念，不用去压制它；有恶念也不用去压制它；有妄想也不用去压制它。就好像你不必去压制敌人，不必去打击敌人一样，你只要壮大自己就好。因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觉性就是扮演这样的功能所以当你妄想杂念起来的时候，不必压制它，赶快取个正觉。太阳一出来，黑暗就自动消失，一样的道理我们不怕那些不好的或邪的东西呢来靠近你，因为你强他就弱所以才说什么心正气盛邪不侵这个要透过不断的学习，才能让自己随时能够提起正念，提起正觉，正觉一起就不怕恶念有，不怕有杂念，不怕刚意思就是这样子的那刚刚讲说这个邪的东西或不好的东西呢，怎么会找上我们呢？我们以新冠病毒来解释，大家就很清楚了。新冠病毒会找上你，也是要趁你免疫力跟抵抗力不足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指侵入的时间点那侵入的因缘就是幽灵化身的病毒跟你配对成功了，因为有杀生的素食因缘吃素的人就比较没有这种业因不造业因，自然就比较不会受业报是这样的道理的。那邪的东西要找你邪气也好毒气也好病毒也好那些不好的东西找上你也都一样嘛，他们也都是要怎么样？趁虚而入。你正在心正气盛的时候，他不敢靠近你；运弱气虚的时候，就会被趁虚而入那什么时候是运弱气虚的时候呢？5个。第一个生病的时候，第二个临终的时候，
第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第四个情绪低落的时候，第五个念头偏差的时候。生命跟临终大家大概知道了啊，冤亲债主又来讨债啦啊，大家都相信这样的道理嘛。可是第三、第四、第五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运弱气虚的时候啊，会比较倒霉啦。情绪低落的时候也是一样，念头偏差的时候也是一样，也会比较倒霉。衰事啊，比较会找上你啦。把新冠确诊的病人放在负压隔离舱里面，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提升你的正能量啊，没有药医啊，放在里面让你休息，多休息，打一些那个什么那个营养给你啊，增加你的正能量，加强你的免疫力，让你自己的免疫力去抵抗病毒，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每天生活忙忙碌碌的，为了避免忙到失去方向、失去目标、失去重点、失去意义，那就要每天让自己的心灵呢有独处、沉淀跟静思的时间呐。我们刚刚讲，让一杯水啊，置之一处，久久不动嘛，那个作用就是静思的意思了。静思语，那个静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每天都要有时间让自己独处静思的时间，意思在这里。那这个跟刚刚我们所讲的什么急速冷却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平常也是要这样子，平常工作很忙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动中修静啊，跟身忙心不忙的这种机制啊，也就是要动可以动，要静也可以静，而不是动久了就静不下来。静久了就动不起来啊！其实这个道理就好像什么汽车的油门跟刹车一样啊，动跟静跟汽车的这个刹车跟油门是一样的道理耶。两个刹车油门跟油门必须控制得宜耶，车子才会平稳舒适啊。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做事就是踩油门啊，做事要动嘛，对。那沉淀对嘛，好像刹车一样嘛。沉淀就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就要靠刹车啊，所以做事是油门，那个沉淀是刹车，这个就要随时有静思沉淀跟独处生活习惯才有办法啊，不是说一天忙碌过后回到家再来沉淀的。有时候当场发生的事情，你不当场沉淀的话，你会晚上已经缓不济急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造成问题了。所以不是说白天忙完了，晚上再来静思，有时候来不及啊！就是随时要能够踩刹车，随时能够踏油门。只要你还踏着油门，你就要做好随时要踩刹车的心理准备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对。然后刹车过后，车子停过后，没事了，你才开始踏油门嘛。这两个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啊！每天忙着工作的时候，道理也是一样这样子啊！各位仔细去体会一下，有没有道理啊？真是太有道理了，道道相通啊！在人群中，不止我们忙啊，别人也在忙啊；不止我们动，别人也在动啊。所以境界是非常的动荡不安啊，且千变万化。我们如果事事都能够随之起舞啊，那肯定是身累心也累了。我们如果动不动都跟那个境界的随之起舞啊，那一定是身累心也很累了啊。有时候身体不是很累，心已经累了，那更累啊。所以有时候身体的身人群中啊，身在人群中啊是独处啊。有时候身是在嘈杂的人群中啊，也是心都在宁静的山这里的。所以应该是这样子讲的哈，身在人群啊，心是独处啦。身在嘈杂的人群中啊，心是在宁静的山这里的啊。这个动跟静的，随时在那边互相搭配的。境界不管是顺逆好坏，
我们不轻易被这些喜怒哀乐的影响或羁绊的。这个要靠不断的修炼、独处跟沉淀的功夫，才有办法动中修静，乱中生定。在人群中，尤其是活动中呢，因为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很容易看到不好看的脸色，因为太近了，对，那听到不好听的口气，或看到不好看的这个声色或者境界，那功夫不够的人呢，很容易呢，因为心不够正嘛，心迷万境转了，眼花缭乱了，眼见恶色，耳闻恶声了，而心境蒙尘，纠缠不已啊。等到功夫慢慢够了，就变成心悟了，因为心随时可以转迷成悟嘛，心是有正觉啊，有正气起来了，所以变成心悟就转万境，然后呢见怪不怪啦。人家看得很奇怪，我看得一点都不怪，见怪不怪，见不怪而怪，那就会很奇怪。所以要学习，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我记得我在我的读书会里面，常常跟大家一起提醒，一起警惕的。我们不但不被这些逆境影响了，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这个才是佛法的真心绝妙之处啊！不被你影响，还要利用你，这个才厉害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四两拨千斤，这个是这个道理啊。那能够做到这样子是什么？就谈笑用兵了嘛，对，谈笑用兵也是很高的境界啊。碰到佛境也不会欣喜若狂啊，碰到魔境也不会心生烦恼，反而还升起一个感恩的心呢，升起一个亲近的心呢。看到魔境哦，所以只要心清净，则所学都是智慧啊；心不净，则所学都成知见，都是变成你的我知我见啊。这个时候就是要警惕自己啊，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你学佛3年啦，拿出来用一次可不可以啊？磨剑10年啦，可不可以挥剑一次啊？那不是说学佛1000天只能用1天呢，那这样佛法也不好用啦。学这么久才能用一次，不是这样，而是每一天都是学佛的每一招，这样才对。所以所学佛法不一定每天都可以用到，甚至可以1000日不用，但还是要做到不能一日不背，这样才能随时派上用场。这就是佛法的最高价值所在了。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